Hello， 大家好，新年快乐！今天呢，我要跟阿迪一起来推荐一下2021年最热门的7个日本漫画作品。那今天这一集我们想要测试一下纯声音的 podcast， 但怕大家不习惯，所以还是会放一些素材，像是作品的封面图之类的。那这集听完之后，欢迎大家在下面留言跟我们说一下你的感觉哦。Hello， 大家好，我是志祺。那今天呢，我要跟阿迪一起来推荐一下2021年最热门的7个日本漫画作品。那为什么要讲这个主题呢？主要就是因为大家过年嘛，然后在家里会有点无聊，那我们就想说，干脆在趁这个时间推广一下我们自己热爱的这个阿宅啊，然后这个二次元的文化。所以呢，我们就找了日本的这个榜单，想说可以推荐一下，然后大家可能上网找一下，就会有很多电子书平台，你可以直接去购买来看一看这些新的漫画。这些排名榜的，他们是都已经有动画了吗？基本上都有哦，因为其实今天我们采取是 Oricon 这个2021年日本漫画销量的排行榜，然后它这个公信榜呢是一个日本公司，他们每年呢会统计可能像是音乐啊、影视或者是书籍的销量，然后制作成这个销量的排行榜。所以它有各种排行榜，对，各种排行榜，漫画其中一个。对，而且他们只算日本国内市场，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些某种程度的文化差异这样子。了解。然后它统计的时间呢是从2020年的11月23到2021年的11月21，然后这段时间内它卖出的漫画数量，然后同一个作品的不同册，它会把它全部加总在一起。哦，对，所以这样子的话，你出很多集不是有优势吗？没有错，这当然是有的，因为你可能会大量购买。对啊。所以这个地方呢，我觉得我们可以在一开始的时候先来猜一下，你觉得2021的第一名会是谁？绝对是《鬼灭之刃》啊，绝对是《鬼灭之刃》。对啊。2020年的榜首就是《鬼灭之刃》，它的2021不一定是不是？对。2020年是不是《鬼灭之刃》就已经完结了？对，它已经完结了。所以2021年还会是《鬼灭》吗？是不是什么是那个眼罩老师那个《咒术回战》？咒术回战哦，有可能哦，有可能。咒术回战是不是后来居上？非常有可能，它是在今年就是非常非常红的一个作品。我们等一下可以一起来看看。那2020年这个《鬼灭之刃》它总销量是8234.5万本。那2021虽然还在榜上，但是它已经不是榜首。对，不过这个东西我觉得是漫画的销量其实会受到动画有非常非常大程度的影响。当动画它一推出的时候，大家回去把前面东西全部买完，这件事情是影响出版社很大的一个关键。所以等一下我们就一起来看看。然后有些我猜你可能也没有看过，我到时候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好，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第7名哦。它第7名是《链锯人》，它卖了521万本。哦，《链锯人》啊，链锯人到第7名啊。对，你知道《链锯人》吗？我知道《链锯人》，《链锯人》不是一个偏就是比较小圈圈的，但是它其实也是在 Jump 上面连载的。OK， 就那时候很多人大家都会想说，藤本树的漫画在 Jump 连载 ，Jump 最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对。但是因为《链锯人》他这个作品呢，基本上跟大家简单介绍的，它是一个有点像是这个世界里面有被恶魔这种怪物呢，它会充斥着。那恶魔它会带着各种像是动植物啊，或者是枪械、工具之类的名称。那当人们对于这种东西越害怕的时候，它的力量呢就会越强大。然后呢，它可以透过人类的血液呢去补充一些力量啊，跟治愈伤势。那这里面就有一些人类跟恶魔之间的一些对抗，然后还有一些猜测，他们会有很多的背叛或者是欺骗的行为发生。然后因为它非常非常的某种程度是比较偏猎奇，然后暴力一点，对，所以在当时推出的时候就引发了蛮大的一些讨论跟社会现象。对，就很血腥，有一些画面很冲击这样子。对，然后因为藤本树这个人，他其实在之前有一部非常非常厉害的作品叫做《岩泉》，这个都已经结束了，他大概忘记6、7册而已。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那部作品，那部作品非常非常的厉害。他讲一个世界，它已经被冰雪完全的覆盖，然后这个岩泉呢，他是一个不会死的人，他永远杀不死，他有很强的再生能力。可是他被一个拥有完全不会熄灭的火打到，然后打到了之后呢，他就成为了一个不断的被烧，不断被烧，然后他又不愿意放弃自己死亡，所以呢，他就成为了一个岩人，就是在冰天雪地里面，然后全身着火的男人，然后一直揍。然后他其实是来自一个好莱坞的 B 级片。对，那个藤本树他很喜欢把电影的这个概念放到漫画里面，然后他就在一个生不如死，或者是他每次想要死的时候，就有人给他了一个你必须要活下去，然后这件事情衍生出来一个有点扭曲的一个故事，但非常非常的厉害。了解。这第7名他卖几本？他卖了521万本。哇，那差距很大跟去年的榜首。对，他是黑暗奇幻，然后呢，预计在2020年会播出他的动画。他还没动画就已经第7名了。对，其实蛮厉害的，蛮厉害的。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的下一集哦。下一集呢是《航海王》。
航海王还在上面啊，航海王很多册啊，不死鸟航海王很强啊，航海王过去一直都站在前面呢。对对对，虽然我现在坦白讲，我真的是有点快看不懂航海王，只是没有在追了。我妹也没有什么在追漫画进度，漫画动画剧她也没什么在追了，她比较是追这个 IP。了解，对啊，航海王这个应该大家就比较知道，反正就是鲁夫带着一群伙伴，然后他们想要成为海贼王，在中间有一些解谜啊，然后跟一些热血沸腾的故事这样子。我其实最近就一直在思考说，我的左边这个地方，我想要刺那个海贼王的那个 X， 就是你知道海贼王有个叉叉，你知道这个故事吗？我知道那个代表伙伴的故事。对对对对对。然后呢，我就跟一个朋友讨论说，我觉得我应该最近要把它刺掉，然后他就说不要吧。就是海贼王看起来就是注定会烂尾，你到底会被别人笑吧？然后我就在那边想很久，想说觉得有机会耶，我就觉得好像真的会。然后可是我就觉得，我们讲起黄金钟，我们讲起阿拉巴斯坦，还是很好看呢。没有，但是你这个太多人知道了，那不像你那个塞尔达那样。可是如果我只是简单是一个小的差，大家应该不知道吧？没有，我觉得会知道，在这个位置上。没有，我觉得一般人还是不知道。哦，一般人。对，有这阿宅文化，大家知道那就当然就知道了。对，但我最近在想，但是海贼王应该不能海贼王，就是航海王这件事情，还是非常非常多人知道的，然后非常多人在追的一个。你刺在里面这样子。哦，这也是一种。对啊，妈妈，对不起，我要去刺青了。航海王几册？翻了700万册，而且它是这 Jump 3本著之一哦。只是在死神啊、火影都已经完结了，它是唯一留在这里面的。好，那再来呢是我的英雄学院，你应该算是喜欢吧？我的英雄学院，那我的英雄学院，你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它大概是一个怎么样子的漫画？它就是有一个最强英雄，然后这个最强英雄呢是这个英雄界的象征。那在这个世界当中呢，就是每一个人他出生都会有与生俱来的特殊能力、超能力。那有一些人他会是无个性，这些超能力叫个性，但是有一些正常人就变成是罕见的，他变成无个性。那主角他就是一个无个性的，他一直很向往成为超级英雄，然后他怎么样成为最强英雄的一个过程。校园喜剧一部分，然后又有一些校园热血，然后又有英雄战斗，然后到最后就是看能不能够打败最终的那个坏人。基本上是一个非常王道的作品。我们刚刚讲到3本著，那么这种程度我的英雄学院现在可能就是3本著之一，因为它是现在我们接下来看到里面最接近正统的这种 Jump 型的那种漫画了，就最接近的了。鬼灭呢？鬼灭也是王道，鬼灭也算是很接近。鬼灭也蛮王道。好，那这个我的英雄学院呢，它卖了702万本。那蛮接近了。对，它其实跟航海王只差了2万本。哇，那它代表它的人气现在是比航海王还要高的。我觉得有机会，对，因为航海王这么多本，它卖的还比英雄学院少。我觉得航海王可能大家买到后面也是有点累，就在想说，好，我先等你全部出完之后，我再思考一下，到底要不要把全部一次买完。我现在心态会比较是这个样子。好，那再来下一个呢，我们来看到的是这我们都很喜欢的晋级的巨人。晋级的巨人，对，他在2021年的5月完结的，所以很合理，在这时候就是要爆买一波，把前面都会买一买。哇，巨人这个故事，基本上我们之前也讲过，反正就是有在一个世界里面呢，他们被高墙，他们觉得人类这是最后的净土，外面都会有很大只的巨人会跑来吃他们。然后在中间呢，这个男主角的妈妈在一次的意外当中，就是被巨人吃掉了，所以让男主角就决定要杀光所有的巨人。但是随着故事的展开之后呢，他就发现，原来巨人其实背后有一些谜团，然后甚至是一些有更广大的世界的意义正在等着他。然后最后就产生，对，就产生了一个横跨了这个2000年的一个故事。然后算是非常庞大，那也是那时候我们有出过一集，有讨论过这个巨人到底是烂尾还是什么。如果大家不怕被爆雷的话，可以去看一下。不是烂尾啦，我觉得。你觉得不是烂尾？我觉得可以。而且现在《晋级巨人》的最后一季已经上映了，正在更新中，对不对？但我很担心的就是它最后呢一样浓缩的太紧。然后让他的一些故事没有办法表演，所以我甚至会想说，你要不要直接演到最后决战，然后干脆最后一段就给我们一个剧场版就好了。也不错对，如果你可以跟我这样子，我就觉得你可以把故事好好说。因为对我来说，漫画它就是为了追求一个那个数字梗，所以它稍微的有点急了一些。我觉得这边比较可惜。对，所以如果最后呢，希望我们的这个动画制作单位可以让我们有一个好的作品。MAPPA 嘛，对不对？对，还是很强啦，强到爆炸，所以期待。这是卖多少？这个是卖了733万本我还以为会直接跳到1000呢。还没有，但下一个就爆炸了。OK， 下一个就爆炸。前3名，我们要讲第3名了。第3名，我想一下，鬼灭还在上面，那就是第3名应该是鬼灭吧？不是。鬼灭还第2名啊！鬼灭神鬼鬼灭很强哦，鬼灭第2到底扯他卖超多本。第3名还有谁啊？我觉得这个你可能没有看过啊，真的假的？对，这个我觉得
还在偏二次元的圈子里。然后你如果只看很大众的，你应该还没看过。是哦，那他卖到1000万的话。也是蛮大众的，对，他超过1000万，他卖了2498万本。2400什么东西？哪一本？好，他就《东京万复仇者》啊，我就听都没听过。OK， 这是一个不良少年题材，然后充满着悬疑的穿越型漫画。就是在讲说，它是2017开始连载，到现在还在持续的连载当中。那为什么今年突然一样动画化？动画化。好，反正他基本上呢，就是男主角这个人叫做花园武道。那他在电视上面看到他的前女友，然后跟他的前女友弟弟直人，因为就是卷入了一个帮派的斗争，然后他们就丧命的新闻。然后呢，同一天，他也从这个月台跌落轨道，要被撞到的时候呢，他就回到了过去。然后他回到过去之后呢，他就借机告诉了这个直人，就是未来的一些事情。然后他就想办法想要拯救这个他的前女友。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不知不觉的就加入了这个帮派。加入了这个帮派之后，就尝试要做出很多的改变，去改变那个未来。基本上是一个这样的故事。然后因为每个帮派的分子呢都非常的帅气，老大就是一个爆炸帅。我还记得我去刺青的那一天，就有一个人跑进来，然后说他要刺这个东万的老大。然后那个刺青师就说最近他真的很红很红，就是不良少年的这是暴走族嘛，暴走族会穿这样子啊，然后之后再加上就是时光穿越异世界这种感觉，不能说异世界，就反正就是穿越回到过去。我觉得这个时间这件事情还是蛮多人都很喜欢的。那个复仇者联盟也是嘛，都是时间穿越，可能大家都想要改变过去，是人类共同的情感，我觉得。有趣哇！我真的听都没听过。我觉得你可以看，是不是？他动画化，然后他的漫画的画法很好，就是画技蛮好的，所以我觉得你可以看一下前面。但是他这一部作品，我觉得也是偏两极，就很多人觉得他一直在有点反复，然后为了继续卖漫画或者是继续什么样，他停不了。但也有些人觉得说，这个作品是蛮有趣的。OK， 所以我觉得你可以看一下前面，再考虑要不要把它全部看完。有空的话，大家可以看一下。可以看，我觉得不会追得太累，还行。再来第2名，刚刚讲过，《鬼灭》它是卖了2951万本。对，还是卖这么多，还是卖很多，还是卖很多，已经完结了吗？大家在玩是印钞票，而且我觉得它的那个量体刚好是一般人他愿意追的，他没有到那么多集。对，他就可以一次买完。对，他在2020年的5月已经完结，然后到2021还是持续的霸榜。然后当然现在他的这个新的动画也在持续的上映。对，没错。虽然讨论度没有那么的高，但其实作画的品质还是非常非常的好。是。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看一下《鬼灭之刃》，这个我想就不用再介绍了，它实在是太红了。好，那第1名所以真的是没错，真的是那个咒术回战。哇，咒术夯咒术真的很夯，我觉得五条悟太帅了，这没有办法。对，他卖了3091万本，哇，不错呢。对，基本上咒术回战也跟大家介绍一下，他一开始也是被大家设定为比稍微偏一点点的东西，因为它稍微有点黑暗奇幻。就是他的是讲说当人类负面情绪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就变成一个叫咒灵的东西，然后它就会去伤害人类，然后呢会有一些可能人类呢，他会拥有所谓的咒力，就有点像魔力这样子的东西。那他们呢，可以就是操控一些法术或者操控一些咒灵，去想办法的跟这些刚刚讲到这些人对抗。所以他们就有一群咒术师，然后他们就很帅，然后会用各式各样很帅气的招式去攻击别人。然后最有名的可能5条悟的无量空处这样子，对。所以这个故事，我觉得它对我常常看漫画的人来说，我觉得它集结了很多东西的特色。OK， 例如说它有点像是猎人的这种很疯狂的设定。对，有点。它后来是不是有点偏向走后来？对，它的机制变超复杂的。对，就是你要开始要进入那个思维的过程，对，然后可能它有结合了像是这个死神的万劫，就是会有大招，然后那个作者有表示他是死神的粉丝。OK， 或者是像是这个校园，例如说像是我英，或者是更早的等等的这种漫画，它把它全部合在一起之后，变成了一个新的故事。我觉得是，如果你喜欢日本漫画的话，你可以从这个里面得到很多可能性的元素，然后里面也有一些他白痴的点，或者是你觉得这干嘛要这样子设定啊？例如说里面有一只熊猫，然后为什么你要有一只熊猫？到底在干嘛？熊猫还蛮帅的，很帅，熊猫认真起来蛮帅的，对，还会变大猩猩什么的，就觉得这在干嘛？然后或者是像5条悟，就是太帅了吧，太帅了！以前很多那种很强到爆炸的角色，作者形容5条悟是一个除了人品之外全部点满的人。那过去像这样的角色可能都会出现在敌方，因为他是一个不可超越的存在。对，但是他是算少数把他放在自己这边的。我们这边就是有一个王牌，那个一拳超人也是啊，对，也是啊。所以一拳超人的故事就是从头到尾都在等他到，对，他要花各种时间去把他就卡在一个不同的地方。所以在当一个最强的人出现在自己这一侧的时候，会产生对剧情的比较多的不同的变化。那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这个《咒术回战》。
那这样我们全部讲完了之后，你有没有觉得你看哪一个很棒的，然后没有在榜单上面想要跟大家介绍的漫画吗？漫画也好，动画也好，都可以。你比较少看漫画，对不对？我比较少看漫画，我几乎都是看了动画之后，然后回头看漫画。排球少年吧，排球少年，我觉得可以耶。排球少年的动画真的很值得看，动画很厉害，漫画也很厉害。漫画它有一度我以为它要烂尾了，结果后来没有。对，其实后来没有。对，而且我觉得排球少年有一个特别之处，就是它的后日谈是好看的。就是它很难得有一个漫画，尤其运动漫画，它的后日谈长大之后，对，竟然很不错。对，这件事情我觉得就值得你特别去看一波。排球少年，我觉得我漫画是好看到我超过动画的进度看漫画，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指标。有，就是你愿意为了它去追。对，我愿意，我这动画看完之后，我愿意为了要继续了解故事，我把后面的漫画也都看完。我唯三有超过动画进度，应该就是进剧排球少年，然后鬼灭之刃。好，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排球，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好看的。然后再来我自己。我想看，我如果会特别要推的话，我想推稍微偏一点点的。然后第一部我会想要推葬送的芙莉莲，他其实在2021的时候有得过另外一个漫画榜单的第1名。OK， 然后这部作品呢，他在讲说一个传说，就是传统当中我们想象的勇者小队里面会有人类勇者嘛，会有法师，然后会有矮人，会有精灵。可是他从生命的角度去看，就是精灵呢，他会活1000年以上。那当这个他跟他们一起相处很久，就看到这个人类的人开始慢慢的离开，矮人开始慢慢变瘦弱，他重新见证到生命，因为只有失去的时候，你才会意识到生命的珍贵，然后去意识到人跟人的连结有多么的深刻，所以他重新回过头来去走寻他过去的那个旅程，去认识到过去的对方。然后我觉得是一个蛮有趣的故事，然后里面有很多东西，它有点像一杯凉茶，它就是没有给你很深刻的东西，但是你就看完之后就觉得甜甜的，有点回甘的感觉。那最后一部我想要推大家一个比较轻松的，这叫做《恋上换装娃娃》，它最近也出动画哦。对，它是一个讲 cosplay 的。不是，为什么这么多漫画动画化我都完全没听过啊？它是在哪里出？它是不是在 Netflix？ 对，不一定，有的可能在巴哈，或者是有的时候巴哈也没有买，可能就在日本那边有这样子。对，那《恋上换装娃娃》是在讲说一个男生他很喜欢做日本的那个像女儿节娃娃那种东西，就是他喜欢做这样子的人偶，然后他喜欢帮他做衣服。那做衣服之后呢，他有一天就在意外之下，他的同班同学一个非常漂亮的女生就发现了他这个才能之后说：“你可以帮我做 cosplay 的衣服。”然后呢，你就可以在这个漫画当中了解到 cosplay 的一些文化。对，他蛮有趣的，就是你可以看到这些文化，就是他们为什么是抱着什么样的心情想要去做2次元的角色，就想要打扮成那个样子，又或者是在制作这些衣服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小的know how。然后我觉得他的女主角设定蛮强的，就是他不太同于例如说像是雷姆，可能大家就觉得他很婆，然后就安静，对，安静这样子，然后什么都支持你，或者是像是爱丽丝，就是他是另外一种，就是好傲娇啊，这个东西有点可爱，对。然后我觉得在这部主角呢，他叫海梦，他就是那种攻击性很强的可爱。这样子对，所以很多人就觉得太香了吧，太可怕了。对，所以这一部其实真的蛮有趣的。大家如果对于 cosplay 文化没有那么熟的话，可以去看一下，你会知道说为什么这群人他们是喜欢的。然后他有尽量的把他的多元性呈现出来。对，然后就是一个青春恋爱故事。OK， 好，那我们今天呢就跟大家推荐这几部漫画，然后如果大家有喜欢的话呢，都可以去看一下。大家在哪里看呢？我觉得漫画的话，其实在很多电子书平台你就可以找得到了，或者是大家有在过年的时候去逛一下这个漫画店、书店，你都可以找得到。对，那当然动画的话，大家可能就可以直接在像 Netflix 啊，或者是各种的串流平台，巴哈五大哥这个地方去看一下。好，那今天就讲到这边，那就拜拜，拜拜。